大家好，我是夏雨珊。身为一名新闻主播，我的工作就是把每天发生的大小事传递给观众。可是，在台湾局势动荡的时刻，我才真正体会到，新闻不只是新闻，它背后牵动的是民心，是恐惧，是对未来的期待，甚至可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这一切要从一次突如其来的全台断网开始说起。那天早上，新闻间一片混乱，原本排好的播报流程，因为全台网路突然断讯，全都乱了套。新闻连线全挂点，就连最基本的资料传输都卡死。大家一边抱怨，一边慌张，电话打不通，连国安局的联络方式都翻箱倒柜找不到。有人说是电缆线断了，有人说是骇客攻击，消息满天飞，但没有一条能证实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没有网络的台湾是多么脆弱。医院、政府还能靠备用系统勉强撑住，可一般民众和媒体瞬间成了瞎子。新闻台里的总监拍桌大骂，说我们记者没用，只会干等消息。1个小时了，全台断网超过1个小时了，我们现在还找不到原因。那我养你们一堆记者干什么用啊？混吃等死都不会找新闻。可我们心里都清楚，再急也没用，真相根本不在我们手里。更让我心寒的是职场里的较劲。总监力捧年轻气象主播谢婉珍，说她身材好，敢穿短裙可以拉观众。我反驳说，新闻主播讲究的是专业，不是花瓶。他冷冷回我一句：观众才不在乎真假，只在乎够不够吸睛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多年坚持的新闻理想正在一点一点崩塌。随着断网时间拉长，恐慌开始蔓延。军方放话说，在断网前6小时，中国潜舰曾出没在海底电缆区，因果关系还没查证。可这消息一出，整个社会立刻炸锅。身为主播，我只能冷静播报，但心里也在发抖。因为我知道，这种未经确认的新闻一旦扩散，就可能点燃更大的恐慌。果然没多久，有媒体抢先播出一段共军飞弹飞越台北上空的影片。我坐在主播台，看着后台一片混乱，心跳快到耳鸣。我坚持不要播，因为完全没确认。但总监冲进来后，刚所有观众都转台嘞，就算是假新闻也是新闻。观众根本不会在乎什么是真的假的，够吸睛、够耸动就是好新闻。那么我还要教你啊，你是新人啊！最后影片没有在我手上播出去，我却因此被强迫下播休息。没多久，国防部证实那段飞弹影片根本就是假的。媒体本来该守住查证，可我们却被收视率牵着鼻子走，成了假新闻的扩音器。那天晚上，我整晚没睡，可我还是告诉自己不能放弃，因为如果连我们都不把关，这个社会迟早被假消息淹没。断网持续了24小时，台湾像被切断神经。就在大家一片混乱时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也是我的日本前男友藤原。なっちゃん、僕です。藤原勇です。他带我见到一个女人，洪星云，理华科技的执行长。理华科技是中国的晶片大厂，2年前因为所谓的税务问题被中国整顿，原执行长洪凯下台神隐，现在由他的女儿接手国际事务。洪星云的父亲据说被关押，他这次来台湾，手上握有关键资料，跟战争直接相关。为了救父亲，他们决定把资料公诸于世，并请求我协助进行一场直播专访。但是专访的消息却走漏了，原来公司内部早就被渗透。我和藤原在采访途中遭到不明人士劫持，被带到一个荒凉的地方，差点被伪造成自杀。幸好同事透过我的手机定位及时找到我们才逃过一劫。最后，
我们决定突袭播出新闻，等到直播快开始时才现身，把那些人挡在门外。直播开始，我例行性介绍来宾，但心里紧张的发抖，因为我很清楚，这次专访一旦爆料，可能会掀起国际震荡。请问执行长，你能跟我说一下你们的观察吗？洪星云的语气很冷静，可他抛出的内容却让人震惊。他说，解放军武器用的晶片其实是李华几代前的技术，良率只有60%，还没经过实战。听到这里，后台松了一口气，好像代表台湾暂时没那么危险。可接下来，他的话让全场倒抽一口气。他说：“其实李华科技的晶片除了运用在武器之上，有大量的晶片都使用在中国制造的电器产品里。这一批晶片当初在制造时，就被中方要求要搭载数据收集的功能，也就是说，透过物联网，台湾民众的个资一直都大量回传给中方。更严重的是，中方还透过洗产地，把原本写着中国制造的晶片改成美国制造，甚至已经流进台湾的军方系统。那一刻，我几乎忘了自己正在直播，因为这代表中共对台湾的渗透早已不只停留在民生和经济，连我们最信任的国防也可能早就被掏空。不止军事领域，现在各行各业、网络媒体都早已被渗透，每一个假消息和错误资讯都在影响着大众的认知。我们以为战争还没有开始，但是战争早就已经开始。专访结束，整个电视台陷入死寂，没人说话。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们刚刚播出的不只是新闻，而是一颗丢进台湾社会的深水炸弹。我叫夏雨珊，战争来临，我只是个一样会害怕的普通人。